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一停工，公司迅速换人，他1年贡献近半利润却被轻易替换，敢放半年长假，到底凭什么待遇如此优渥？白鹿停工半年，公司火速换人，1年贡献近半利润的他为何能任性休假？这背后是明星与公司关系的彻底重构。当艺人成为王牌事业部，话语权自然反转。资本永远追逐价值，他的底气来自持续输出爆款的硬实力，而公司甘当乙方正是商业理性的终极体现。这白鹿一停工，公司立马就找新人顶上，这速度比我抢打折机票还快。你说他1年能给公司贡献快1半的利润，就这么说换就换了？我真是搞不懂，到底是什么给了他底气，敢直接放人家半年的长假，还能待遇这么好，公司都得乖乖的给他让路。这事儿你说气不气人？就这么一个能赚钱的金鸡，说不干就不干了，公司还不能有意见，还得小心翼翼的找个能打的替补。这年头，明星工作室跟公司之间到底是个什么操作模式，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。以前觉得明星就是个打工的，公司给资源，明星卖力赚钱，两边分。但现在看来，这界限好像模糊了，又好像比以前更复杂了。白鹿这么一出，感觉他才是那个真正掌握话语权的人，公司在他面前更像是那个需要小心伺候的甲方。他想停就停，想歇就歇，还能把公司搞得人仰马翻，这待遇绝了。我刷到的消息说是公司那边早就有了预案，新人不是临时找的，好像是早就培养着。但这预案的背后，不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白鹿有可能这么做吗？不然怎么会提前布局？这就有点像是你明知道家里有个大宝贝，平时好吃好喝供着，关键时刻还能让你省心，你肯定的把它供起来啊。公司的这种做法，与其说是无奈，不如说是长期以来对白鹿价值的认可和依赖。一个艺人1年能贡献公司近1半的利润，这可不是小数目，这意味着他一个人撑起了公司大半的营收。这种级别的贡献，换谁都会给足面子，给足保障。就像有些公司，一旦某个项目或者某个明星产品卖得特别好，整个公司的资源和重心都会往那边倾斜，生怕一丁点儿闪失影响了整体收入。白鹿现在的情况，就是公司版的王牌部门或者明星产品。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不公平，凭什么他就能这样？但站在商业的角度，这恰恰是合理的。公司也是做生意的，谁能带来最大的价值，自然就会得到相应的重视和回报。你看那些大牌明星，他们要拍戏，团队就得围着转，剧组就得配合档期。这不仅仅是明星的架子大，更是因为他们的号召力能直接转化为票房、收视率和商业价值。白鹿这次的长假，本质上也是这种价值链条的一种体现。我查了查，白鹿最近的作品好像都表现不错，口碑和收视双丰收。这种持续的产出能力，才是公司最看重的。它不是昙花一现，而是那种能稳定输出爆款的艺人。一旦艺人有了这样的能力，他就不再是单纯的打工人，而更像是一个独立运营的事业部。公司需要做的是如何最大化它的价值，同时也要保证它这个事业部能够持续健康的运作。所以他能休长假，很可能不是因为他赶，而是因为他值。公司可能也评估过，这段时间虽然他不在，但以他之前的积累和后续的作品计划，对公司整体影响有限，甚至可以趁这个机会让新人接上，也算是一种新老交替的尝试。毕竟一个公司也不能永远只靠一个人，但怎么个交替法，
就非常考验管理层的智慧了。现在的情况就像是一个精密的机器，某个核心部件暂时需要维修保养，但机器不能停摆，所以就得赶紧换上一个备用件，并且要确保这个备用件的性能不会差太多。如果备用件表现出色，那以后机器的运行模式可能就得调整了。如果表现不佳，那公司还得赶紧想想怎么让那个核心部件尽快回来。这个换人的过程也挺有意思，新人的出现肯定会伴随着各种比较和议论，粉丝会担心，路人会观望。公司在这个节点上推新人，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他们要如何在保证现有收益的，还能为未来培养新的增长点？这其中的平衡术可不是谁都能玩得转的。我感觉白鹿这次的长假更像是一种战略性休整，他可能需要时间去充实自己，去准备更重要的角色，而公司也借此机会观察和培养新人，分散未来的风险。这不是简单的停工，而是为了更好的再出发。这么大的一个公司，核心盈利点就这么一个艺人，这种模式本身就带着不小的风险。一旦这个艺人出现什么意外，或者像现在这样决定休息一段时间，整个公司就得跟着震一震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公司也得好好想想怎么让他的造血能力更强一些，而不是过度依赖某一个明星 IP。 大家都在看这个新人到底能不能扛起这份重担，也在关注白鹿休完假回来还能不能保持他之前的热度和影响力。这出戏还没演到最后呢。如果换作是你，拥有这么大的价值，公司还得围着你转，你是不是也想给自己放个大长假？这背后其实是价值决定地位的残酷现实。只在娱乐圈，这个价值被放大了无数倍，所以这白鹿一停工，公司就赶紧换人。他一年贡献了近半的利润，却被这样轻易替换，到底是什么让他敢放这么长的假，还这么有底气？或许他早已不是那个被动的打工人，而是那个能与公司真正平起平坐的合作者。你觉得这样的模式是艺人崛起，还是公司隐忧呢？2. 明星把粉丝当朋友。白鹿生日直播展现无距离感，双向奔赴。白鹿在生日直播里揉着眼睛笑说累死了，下一秒又兴致勃勃地跟粉丝聊起新剧拍摄和综艺录制的安排。他窝在沙发里，头发随意扎着，像和朋友视频通话一样自然。有粉丝留言问他是不是又熬夜了，他撇嘴点头，最近睡得少，但想到能见到大家就又精神啦。双引号，这种状态或许很多职场人都遇到过，明明身体已经发出疲惫信号，却因为热爱或责任继续向前。白鹿一边揉着手腕，一边笑着说行程排得很满，弹幕里瞬间刷过一片注意休息和心疼。但他随即摆摆手，转而兴奋地透露正在准备的新角色细节，语气轻快地像在分享秘密。艺人行业的光鲜背后，往往藏着不为人知的高强度运转。白鹿在直播中提及连续几天只睡3-4个小时，但第二天站到镜头前依然要保持最佳状态。有粉丝问他怎么调节情绪，他笑着说看看你们的留言就有动力了，随后又开玩笑补了一句，不过黑眼圈快掉到下巴了倒是真的。双引号，这场直播最引发讨论的或许是明星与粉丝之间的互动模式。白鹿直接读出弹幕上的吐槽，偶尔还会对回去2句，引得评论区一阵欢笑。这种毫无距离感的交流让人几乎忘记屏幕那头是位当红演员，反而更像身边那个累了会抱怨，开心会手舞足蹈的朋友。当下娱乐圈中，真诚似乎成了越来越稀缺的品质，但白鹿在直播中展示的恰恰是这种特质，不刻意营造完美形象，累了就说累，开心就大笑，
谈到工作眼里有光。当被问及生日愿望时，他思考了几秒后说希望作品能被大家喜欢，随后又不好意思地笑了，是不是太官方了？但真的是这么想的。双引号，艺人与粉丝的关系经常被描述为双向奔赴，这场直播或许是最好的注脚。白鹿仔细看着滚动的祝福留言，逐条回应大家的关心，甚至记得某些粉丝的 ID。当有人问会不会觉得生日还要直播很辛苦时，他摇头说，正是因为生日才更想和你们一起过啊。双引号，高强度的工作安排下，艺人们如何保持初心与热情？白鹿在直播中展示了他的方式，将粉丝视为一路同行的伙伴，分享成功也倾诉疲惫。这种近乎朋友式的互动打破了传统偶像与粉丝之间的距离感，也让支持变得更加真实有温度。直播中最有趣的片段之一是白鹿边吃蛋糕边回答问题的模样，奶油沾到嘴角还浑然不觉。粉丝在评论区提醒他，他愣了下，然后大笑，形象没了算了，反正早就没了。这种毫不做派的自然状态，反而让人感受到真实的亲和力。当谈到新剧角色时，他的表情突然认真起来，详细解释着人物背景和准备过程，能够看出他对每个作品的重视，即便在生日当天也不忘向观众传递专业的一面。有观众问会不会尝试反派角色，他眼睛一亮，早就想演了，但导演们都说我长得太善良。双引号，娱乐圈的竞争压力众所周知，但白鹿在直播中展现出的是另一种状态，专注自身成长，珍惜支持者，将工作视为热爱而非负担。即便提到连轴转的行程，他的抱怨也带着笑意，仿佛只是在诉说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。这场生日直播没有精心设计的环节，没有华丽的背景布置，却因为真实而动人。白鹿盘腿坐在沙发上的样子，像极了每个普通女孩下班回家后的状态。当明星褪去光环展示疲惫与快乐并存的日常，反而让人更真切地感受到职业背后的付出与坚持。直播尾声，他看着满屏的祝福语，微微红了眼眶，但很快又笑起来。你们这样我会哭的，等下妆花了又要被造型师说了。随后拿起蛋糕咬了一大口，鼓着腮帮子说这是今年最开心的时刻之一。